那女士刚从豪华轿车里走出，正准备回自己的家，却突然撞上了一个神秘的黑衣人。她明显被吓了一跳，但还是尽量保持镇定继续走。突如其来，黑衣人从后面猛地一锤击中她的头部，女士当场倒地不起，紧接着她的身体就被匆匆拖走了。这已经不是这个凶手首次下手了，最近首尔接连发生的恶性杀人案，目标全都是开豪车的女性，这让很多有车的女司机都不敢再开车了。妍希下班后总觉得有人偷偷跟踪，她感到非常不安，加快了步伐。正当她要打开车门时，一名黑衣人突然从后面袭击，妍希被迷晕过去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次他们并未继续加害，因为妍希只是个电视台的节目导演，她的信用卡还欠着款，那豪车也不过是工作时租来的，口袋里也就3000韩币而已。妍希哭着恳求他们饶了自己，但这些恶徒无情至极，决定挖个坑，打算把妍希活埋了断后患。没想到这一幕全被一家私家侦探社的侧写师偷偷目睹，他就藏在一个角落里，把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了下来。就在侧写师阿正犹豫不决，不知道要不要报警的时候，他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壮汉，阿正也被抓个正着。他偷拍倒是行，但要是打起架来他就不行了。你们看到的这样，他就这么惨。他们快要被活埋的时候，救星小帅终于出现了，二话没说直接冲上去开战。他的实力真的很强，光手就能接下木棍，轻轻松松。但更猛的还在后头呢。忽然间一声巨响震耳欲聋，楼上那个小流氓人带着墙一起，就这样上演了伽利略的自由落体。砰的一声重重落地，酒吧老板大强哥帅气的出现了，身边还跟着几个手下，个个都是好手。这帮黑帮成员很快就被一网打尽，结果小帅一个人拿了所有的功劳。原来大强哥是小帅调查案件的靠山，他爸是那个超级富豪东西哥。妍希为了提升自己节目的收视率，跟阿正偷偷调查这案子，结果意外被绑架，深入虎穴想收集证据，没想到真的被黑帮抓住了。幸亏小帅及时赶到，妍希和小帅还在争功劳的问题。这时候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，就在那天晚上，有个高中老师在公园遇害了，这人马上就要倒大霉了。就在他犹豫不决四处张望的时候，一个黑衣人突然从背后袭来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黑衣人猛刺了数十刀，然后把带指纹的凶器扔在现场，就这么大摇大摆走了。在这同一个地点，13年前也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一个中学生被用斧头残忍杀害，凶手也是留下凶器就逃之夭夭。这两宗案子的作案手法简直一模一样，而且作案者都故意把作案工具留在现场。妍希联系上了那个侧写专家阿正，他希望能在警察之前解开案件的真相，这样也能提升他电台节目的收听率，这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。阿正推理说，这个凶手是个控制不住自己、满心愤怒、手段残忍的家伙，他用斧头狠狠地砍了那个20岁学生40多下，还把留有自己指纹的凶器直接丢在犯罪现场。明明作案时戴了手套，但凶器上却发现了很多指纹，可是这些指纹没有帮助，因为没有可对照的身份指纹。更让人困惑的是，凶手竟然切断了受害者的手腕，故意展示给大家。阿正猜想这是凶手发出的某种警告。林夕立刻去找到那个遇害学生的妈妈，在翻看受害者的电脑时，突然他想到了阿正的侧写分析，他感觉凶手可能是受害者非常熟悉的却从未谋面的网友。于是他打开社交网站开始搜查，果不其然找到了一个可疑的账号。同时小帅在调查过程中也有发现，那个高中老师在被害前曾给一个电话号码打了100多次电话，但电话从未有人接听。因此小帅决定从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开始侦查。经验丰富的侦探靠着线索很快就锁定了开黑诊所的老白，妍希也跟着线索
来到了这里，他们一起把老白逼到了楼顶。同事们开始提问，结果发现老白其实不是那起谋杀案的真凶。那年他只是碰巧目睹了中学生在公园被害的整个过程，但因为夜晚视野模糊，他没能看清楚凶手的面孔。害怕惹麻烦上身，老白选择了沉默，没有报警。关于中学老师遇害的案件，老白知之甚少。小帅和妍希都隐隐觉得这两宗案件可能是同一个凶手干的，于是妍希带着阿正去找了个法医。阿南是专门处理遗体的。阿南检查了那位中学老师的遗体，从尸体上的刀伤判断得很快，刺伤都是从左边向右边，两起案件的手法如出一辙，凶手肯定是个左撇子，而且两个受害者在临死前都遭受了身体上的损伤。在小帅这边，通过对两案件物证上的指纹比对，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，两起案件的凶器上都是同一个人留下的指纹，这就清楚表明13年前那位姐的谋杀案和这个中学老师的案件是同一个凶手的杰作。小帅又一次提审了老白，老白一开始还装傻充愣，但面对这样的人，小帅有他的办法。老白最终开口了，原来那位中学老师在遇害前去了一家夜店找他的学生，结果和一个夜店常客起了争执。小帅追着这条线索找到了夜店老板，想要调取那天晚上的监控录像，不过这老板也是一根筋。小帅又一次展现了他那一手好侦查技巧，老板终于坚持不住了，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妍希找到了13年前的受害人的一个网友，发现凶手曾在暗网上上传过害死受害人的视频，还利用 IP 追踪找到了上传者的信息。而小帅从夜店老板的 VIP 名单里锁定了一名嫌疑人，没想到凶手竟是韩国制药巨头家族的儿子金明硕。小帅在公司大门口直接截住了金明硕，把他带回了警局。谁知金明硕到了警局，态度嚣张到了极点。让小帅更意外的是，连自己的上司都对他十分恭敬，不停地向他道歉。但正义感爆棚的小帅并没有打算就这样放过金明硕，趁着上头叫他出去谈话，悄悄地把金明硕喝过水的杯子一起带了出去，转手就给了法医科去做指纹对比。如果杯子上的指纹与凶器上的指纹吻合，那就够资格证明金明硕正是那个凶手。但等到了指纹结果，小帅完全惊呆了，杯子上的指纹和凶器上的指纹一模一样。不仅没有抓住凶手，小帅还因此得罪了金明硕，结果被停职3个月。但小帅依然相信自己的侦查方向是对的。妍希也感到金明硕肯定有所隐瞒，于是妍希又找到了那位笔迹鉴定专家阿正。阿正开始回忆起13年前的那起命案，那也是他负责的侧写工作。这让他突然想起那时留下的一张旧照片。同时小帅经过调查弄到了金明书的家族关系证明，意外发现金明书有个孪生兄弟。就这样，小帅决定带着妍希立刻采取行动，在金明秀的画展上当众揭露他的罪行。金明秀想要强行抵抗，召集手下准备硬碰硬，但小帅早就预料到这一幕，事先安排好了大强哥在外头打掩护。大强哥和大帅已经将所有的安保人员统统制服。出乎小帅意料的是，金明秀和他的兄弟也做好了准备。为了不让小帅找到案件关键的指纹证据，他们竟然将自己的指尖皮肤磨光。小帅虽然把嫌疑人抓到，但如果找不到决定性的证据，48小时后还是得放人，这样金明秀就能再次利用自己的财力和社交网络洗脱罪名。双方展开了一场智斗。就在48小时快到的时候，金明秀准备离开，小帅拿出了指纹鉴定的报告。金明秀看后大吃一惊，因为他没想到人的指纹即使被毁掉了，也能在48小时内随着表皮的自我修复而恢复，指纹又会重新显现。通过反复采集和比对，
最终鉴定出的指纹与凶器上的指纹完全一致。金明秀和他的兄弟自食其果，两宗谋杀案终于得以侦破。这辆运送囚犯的大巴满载着一帮恶名昭彰的杀人魔，那个13年前的连环杀手张明基也在上头。可正当这大巴穿过路口时，一辆货车突然横冲直撞，大巴被撞得翻了个底朝天，车里的人差不多都晕过去了。张明基看准时机，摇摇晃晃的走到那些昏迷的狱警旁边，找到钥匙给自己解了铐，还顺手把钥匙塞给了狱友江秀。转眼间，那个涉嫌杀害4位女士的张明基和黑帮大佬江秀逃跑的消息迅速传遍了，整个首尔都陷入了恐慌。就在同一天晚上，一个下班的女士被人跟踪，她刚进门就被背后的人袭击了。那个凶手将女人杀害，尸体被拖进浴室，凶手在她脖子上留下了蝴蝶结的印记。现场除此之外没留下任何线索，连走廊的摄像头都被事先弄断了电。多年前，这个连环凶手杀害过4位女性，每次作案后都不例外的在受害者身上留下蝴蝶结的标记，所有受害者都是女性。这次的案子，无论是作案手法还是受害者类型，都跟以前的案件极其相似。显然，凶手就是那逃出来的张明基。但小帅在看监控毁坏之前的录像时，注意到凶手手上有一块很明显的烧伤疤痕，可张明基的双手却一点烧伤痕迹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妍希调查出那位遇害女士是货车司机老婆。更古怪的是，货车司机跟江秀是老乡，案子的疑点简直太多。小帅和妍希打算查看张明基入狱期间的探访记录，希望能找到线索，结果却让他们目瞪口呆。张明基在狱中收到了好多母亲寄的信，但小帅清楚记得，张明基的妈妈几年前就去世了。就在他们一头雾水时，一个熟人走进了视野。等他们见到阿正的时候，阿正却说警方查错了方向。其实呢，张明基并不是蝴蝶杀人案的凶手。他开始有条不紊地分析，凶手似乎是故意让尸体快被发现，故意选在人多的地方藏尸。可就算人山人海，却连个目击者都没有，也没留下任何犯罪证据。这分明是有预谋的谋杀，很可能是仇人有计划的杀人，然后栽赃嫁祸。他们逃狱不久后，跟张明基一起逃狱的江秀也遭到了杀害，身上除了凶手的蝴蝶标记，就没有其他线索了。当大家都认为这是逃狱的张明基干的时，小帅和小美却同时发现了案件的漏洞。张明基很可能并非蝴蝶连环案的真凶，因为有起碎尸杀人案却是在张明基入狱后发生的。小帅一回特搜队，正准备重启侦查，却被上头直接停职。他想去江秀案发现场，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没了调查权。这时阿正打电话来了，约小帅去法医阿南的工作室。阿正对小帅说，江秀之死是个模仿蝴蝶案的犯罪者干的，不是张明基的手笔，因为有证据证明张明基当时不在现场。江秀遇害那段时间，张明基正和阿正在一起。原来多年前是阿正的错误侧写，导致张明基被错当成了蝴蝶案凶手，冤枉他进了监狱。这也是阿正急着要为张明基洗冤的理由。小帅和阿正决心重新定调查方向。蝴蝶案的第一位受害者是一名银行员工，第二位是护士，第三位是公务员，第四位是律师。手推车碎尸案的受害者是个美容沙龙的老板。小帅在这些貌似没关联的受害者中发现了相同点，他们都是同一家医院的病人。很快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人，和4个受害者都有牵连的张道日医生。当他们去查张医生的下落时，却得知张道日已经在7年前病逝了。小帅和阿正拜访了张道日的家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张道日的弟弟张成秀一看到小帅就飞快地跑了。小帅在追赶的过程中
竟然被张成秀用砖头攻击了。随后赶来的阿正细细打量了屋子里的情况，然后意外发现张成秀竟然是个热衷收集蝴蝶的人。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张成秀和崔美娜医生的关系特别亲密，崔美娜医生又正好是被害者的同事，案子变得越来越吸引人了。阿正断言他们肯定是情侣，但小帅却觉得，作为一个失业工人的张成秀和医生怎么会是情侣呢？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。在另一方面，妍希希望借此案提升节目收视，他做了一些调查后，开始怀疑和张明基越狱的江秀可能不是蝴蝶杀人案的真凶所杀，而是由一个模仿犯所为。多年以前，江秀因为卷入了一起工人坠楼案而被判刑，但妍希在调查时发现，工人坠楼时江秀根本不在现场。妍希找到了江秀的旧日好友阿强，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疑惑。阿强的回答出乎意料，他说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仿佛在提醒我们，如果是他们认识的女人，一定要让那个女人知道。现在阿强已经清楚究竟是谁杀了江秀。阿强带着手下找到了泰成，泰成现在势力大了，早就不把当年的大佬放在眼里了，甚至连个脸都没给见。手下的2个小弟直接就动手了。大强哥一掏口袋，却愣是发现哮喘喷雾忘带了。在酒吧里哮喘犯的他，只能硬着头皮上了。同时，被冤的张明基正追着曾经把他送进牢房的警察。这一幕被阿正和小帅撞见，怕张明基做出傻事，他们赶紧去拦。但他们到的时候，警察也急匆匆赶到了。阿正在劝张明基的时候，张明基气得不行，警察二话没说就开枪了。原本要击中张明基的子弹，却被阿正挺身而出挡下。阿正倒地的一幕，让张明基心疼得无法自持。小帅怎么拦也来不及，警察的枪声响起，张明基倒下了。阿强哥哮喘发作，挨打得没法还手。危急关头，阿强哥以为自己玩完了，妍希却突然挺身而出。张明基和阿正被急送医院，强哥机智逃脱，也被妍希及时救了回来。上头开记者会，宣布案犯落网。小帅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清楚蝴蝶案的凶手不是张明基，但他手头的证据还不够，找出真正的凶手，时间对他不太友好了。在搜张道成家时，小帅找到了新线索，桌上那些女性激素药和烟缸里混杂的烟头，他迅速收好，带去鉴定科检验。多年办案的感觉告诉他，这个蝴蝶案背后肯定跟崔美娜和张道成脱不了干系，他们之间的联系很紧密。小帅又去找崔美娜，直言张成秀是蝴蝶案嫌犯，毕竟李善美遇害那天是张道成砸坏了所有监控，从李善美身上提取的 DNA 指向了一个姓张的男性。小帅这是先下一步威慑，在设局引敌入瓮。他示意崔美娜自己正在搜证，准备抓张道成，让他们自己暴露破绽。小帅在暗中布局。同时妍希这边，阿强哥找过泰成之后，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推断，江秀是被冤枉的，操控者有可能就是泰成。那时候负责案件的检察官刘成很可能是泰成的后盾。关键时刻，自称目击了江秀被害的人突然现身，案情迎来了转机。但抓泰成让目击者认人，显然不是那么简单。因此小美制定了一个计划，决定在泰成和刘成国的剪彩仪式上行动，明目张胆地暴露行踪，再把找到证人的消息巧妙地泄露给泰成。他的2个手下听了，立刻跑去报告，看计划进展顺利。妍希和证人就在路边停下来交谈，泰成派来的人也跟着停下，然后就把2人一起带上了车。不得不赞一下，这招诱敌深入真是绝了。泰成这家伙狡猾，早看穿了妍希的计策，径直摘下妍希带微型摄像机的眼镜，摘下来，连同身上所有隐藏摄像设备一个不留全找出来，通通摧毁，还吩咐手下把妍希和证人都处理掉。
这时候，妍希使出杀手锏，我分不清是马叫还是驴叫，有懂的朋友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我可是练了3天，偏偏就是学不会这个保命绝技。重头戏是阿强哥英勇现身，阿强哥带着喷雾药剂，开启了1打10模式，迅速清理了战场。妍希也得手了关键证据，他从证人那儿取走了伪装成扣子的摄像机。他们有意让泰成逃走，因为他们要布下更大的天罗地网。一个女人带着男人走进警局自首，这2个人正是蝴蝶杀人案的嫌疑犯崔美娜和张道成。正当小帅以为张道成会坦白一切时，张道成只是承认了自己搞砸了现场监控，却对杀人案一口否认。当天李善美遇害，张道成拿出了他的不在场证明，但小帅觉得这里头有问题，暂时还找不出决定性的证据。但一个事儿是肯定的，小帅的隐士计划奏效了。崔美娜主动带着张道成来到了警局，肯定有什么事儿想要掩饰。小帅打算换个角度来突破江秀案的模仿犯，他们已经知道是谁了，就差确凿的证据。这次他们用了个多鸟一弹的计策，不让任何一只鸟飞走，借助妍希的媒体力量，直接大爆特爆，明基并不是蝴蝶案的真凶，把江秀案背后的主谋公之于众。媒体上一炮打响，逼得泰成和刘成国走投无路。同时，小帅意外发现了崔美娜的另一层秘密，立刻把崔美娜带回警局。在崔美娜家找到的2个烟蒂，检测出了2个男性的 DNA， 而且这2个男的还是兄弟，有着张姓。张道日其实没死，7年前是弟弟张道成报的死，只不过是文件上的死而已。崔美娜就是张道日。小帅揭开了崔美娜手上的纱布，手上的伤口正是杀害李善美时留下的。美娜最后也说出了实情，李善美其实是张道日在变成崔美娜之前就认识的。为了洗清过去，重获新生，崔美娜把所有过去熟知的人，跟她有过节的人，一个接一个的被干掉了，只是因为她害怕自己的秘密曝光。真是疯了，竟然连命都不顾。蝴蝶杀人案终于破了，现在轮到收拾泰成了。事情败露之后，泰成想偷渡出国，却被阿强给堵上了。这种背叛和残忍，连自家人都害，阿强绝不手软。谁知道他这么容易就被打倒？妍希也没闲着。正当刘成国市长想要建立自己的形象时，妍希毫不犹豫地当众揭露了这位伪君子的真面目。蝴蝶案终于告一段落，警察抓起了崔美娜，在她医院里找到了作案工具。没能逃出国的泰成也被逮了。刘成国市长当年做检察官时，把蝴蝶案的文件给了李泰成，杀死江秀的真相也曝光了。那个7年前错判张明基的警长，也为自己的过失负起了责任。张云基被冤枉，入狱的事终于得到了澄清。3个女学生在小吃摊上吃着东西，老板娘端上了一份血肠，可是她们明明没点那个。女生们纳闷的时候，老板娘说是隔壁老头请的。3个女生都不认识那老头，老头说看他们吃得香，就想请他们吃点什么，还说想吃啥就点啥，他来买单。3个女生就不再客气了，她们毫无察觉危险正在悄悄逼近。只有嘉恩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果然他们一离开小吃店，那个猥琐老头就尾随着出现了。3个女生在路口各奔东西后，老头单独跟踪了嘉恩。这种情况下，似乎马上就会有事发生。嘉恩感到有人跟着，他开始慌忙加快步伐，老头踉踉跄跄也跟了上来。嘉恩转过一个弯时，突然有只手伸了出来。当老头追到那里时，只看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巷子，神情异常。在黑夜中，有个神秘人物拖着一个黑色包裹，打开了医院附近的下水道井盖，然后把那个巨大的黑色包裹扔了进去。在另一边，那几个刚解决蝴蝶杀人案的天才们正在庆祝胜利，但是法医阿南看起来很不安，因为他的女儿从昨天下午开始就联系不上了。
正在这个时候，小帅接到了一个急促的电话，在某医院附近的下水道里，一具尸体被清晨的清洁工发现了。那个10年无人碰过的井盖，第一次打开就遇见了这样的事。小帅确信，除非是知情者，否则没人会知道这个地方。那里没有监控摄像头，通常也没人会打开它。这地方简直是隐藏尸体的理想之地。那具尸体已经蜡化，外观保持得异常完整干净，指纹还在一点没动，但是就是没有任何收入记录。看来没用指纹登录过，可能是未成年，还不到18岁，身上看不到伤痕，中毒死亡的可能也排除了。扫一扫，居然发现受害者体内全身骨头都碎了，在世时肯定遭了厉害的打击。阿南晚上回家，女儿还是不见踪影，嘉恩也打不通电话。第二天，班主任找到阿南，说女儿好几天没去学校了。阿南这才感到事态严重，一出校门，感觉越来越不对劲的阿南又发了条短信给嘉恩，这回他很快收到了回复，阿南这才稍微安心。但在另一头，为电视节目素材发愁的妍希突然收到一条告密短信，告密者的头像居然是嘉安。就在检查报告出炉的时候，案子突然要转给卫检组，小白一下子冲出来阻拦。尸检报告出来了，死者竟是他中学同学。小白想要亲自调查这事，可组长死活不肯，因为调查不能带私情。但小白已经决定了，非得自己查清楚不可，亲手抓住那凶手。他直奔医院，找到了当年欺负同学的校霸阿明。阿明如今是位医生，但在郑秀失踪那会儿，阿明之前被调查过。要不是清洁工巧合打开井盖，这件事可能永远不会浮出水面，永远不会被人知道。因此小白觉得郑秀的死肯定和校霸阿明脱不了干系。那时候上课，他们干的坏事，小白无力制止，但现在他发誓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亲自将凶手绳之以法。同时恩家突然音信全无，阿南意识到形势严峻，急匆匆地跑去报警，但警方程序太繁复，案件转交也得花时间，他等不及了。他回家找出恩家的笔记本电脑，按着恩家的通讯录，一个个电话拨过去，还是杳无音讯。他打开恩家的 MSN， 发现有个叫真相狩猎者的网友约他明天下午2点咖啡店见。为了找回女儿，阿南同意了见面。没想到次日咖啡店一见，出现的竟是妍希。妍希为了探究案情真相，收到恩家短信后，也开始追踪这条线索。与此同时，小帅审查最近的案子，注意到一个区域发生了好几起未成年人的暴力和盗窃，一伙未成年犯罪团伙擅长利用监控盲区作案。小帅马上检查各案发地点的视频，到处找线索。谁知道在附近的坡上竟然发现一个少年的遗体，立刻给法医阿南打了电话，叫他赶紧来验尸。阿南其实在忙着找恩家的事，本来不太想搭理，但一看到小帅发的现场照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阿南急忙赶到现场，因为那具尸体手上戴的正是他女儿的手链，他心里彻底崩溃，疯狂地挖土，想确认是不是女儿。幸好不是嘉安，但女儿还是杳无音信，他心如死灰。他求小帅刑警一定要找到他的女儿。阿南亲自动手做了尸检，确定死者死亡时间不超过2天。死者浑身是伤，淤青遍布，全身骨折，跟之前医院旁发现的尸体一样，只有肚子上的刀伤是不同的。这刀伤不是致命原因，但凶手为啥偏要刺那一刀呢？而且就一刀，还特意留下凶器在现场。死者没指纹记录，脸也打得不成样，要确认身份，只能通过电脑复原面貌来确认身份。但当真相大白时，阿南又一次被震惊了。这个受害者居然是嘉恩唯一带回家的朋友明秀，他们俩现在是一对儿。明秀看着还挺不错的，阿南对此并没啥意见。妍希一回来就混进了嘉恩的朋友圈，
看到一大堆留言，发现有个团体名字老是出现。他想起来了，以前有人跟他提过一个叫鬼团的少年团伙，听说过一些传言。小帅来到了嘉恩最后露面的那儿，开始着手调查。听老板娘给出的线索，说是个陌生的老头，曾经请嘉恩他们3个人吃东西，然后就一起走了。小帅正要回去的时候，意识到这路上恰好有监控。调监控的时候发现，嘉恩和同学离开小吃店之后，那老头就开始跟着嘉恩。小帅气冲冲找到那修鞋的老头，小帅说出了让人意外的话。看得出小帅早就摸清了老头的底细，他肯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对于这个情况，老头承认了，他的确是嘉恩消失前的最后一个目击者，但他说他没跟踪嘉恩，只是巧合，他也是那条路去买药，走到拐角处看见嘉恩不见了，他就直接去药店了。但老头还是给小帅提了个醒。小帅按照失踪家人的线索，在那条小巷找到了另一个出口。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侦探，小帅持续追查着，监控里终于捕捉到了线索。恰巧这时候，鉴定科的电话打给了小帅，说是医院排污井下发现的尸体，还有郊外山坡上的尸体 DNA 结果已经对比出来。出乎小帅意料的是，这2个受害者居然是亲兄弟。原来啊，刚死的明秀是郑秀的弟弟。案子越来越复杂了。小帅将监控里的少年带到局里问话，他让那个紫衣少年阿水吐露嘉恩的行踪。阿水不单知道嘉恩，还认识明秀，但当小帅要他透露是谁指使杀害嘉恩和明秀的时候，阿水脸上写满了恐惧。他说是个外号，叫鬼哥的家伙在背后指使，他们谁都联系不上鬼哥，通常都是鬼哥主动找他们。鬼哥联系人的方式也特别隐蔽，他会在一些特殊的网站上发布一些带鬼怪图案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基本都是偷的。想找鬼哥的话，就在这些商品下留言说想买，鬼哥一旦回复见面地点，就能见到他。他们正在讨论这件事，突然之间看到鬼哥在网站上发帖了。小帅打算利用阿水引出鬼哥，在广场周围设下了陷阱，只要鬼哥一现身，就立刻抓捕他。但鬼哥早就洞悉了这一切。没多久，阿水就收到了一条信息，短信内容是阿水正帮警察充当诱饵，鬼哥已经知道了真相。那个舒适的房间其实是个陷阱，有个男的骑摩托直冲过来，直奔阿水而去，看样子根本不打算停下来。小帅看出不对劲，及时把阿水拉到一边，鬼哥就要驾车逃跑。小白拼命挡在车前，跟鬼哥对峙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那双熟悉的眼睛，但小白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鬼哥已经拔出匕首向他冲来。一切都发生的像你想的那样，小白很快被紧急送往医院。案子突然来了个天翻地覆的转折，一个网红直播揭秘，挖出了嘉恩和明秀的恋情。他们怀疑嘉恩没失踪，更可能是故意逃跑。媒体也开始炒作这个话题，夸张报道引人注目，这事儿一下子就火了。如果你还以为这全是戏剧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阿南看了报道，决定查清真相。他拿着嘉恩的笔记本电脑去了鉴定科，悄无声息的从电脑屏幕上提取了嘉恩的指纹，并跟明秀案现场的凶器指纹比对，结果让阿南心头一震，嘉恩的指纹跟案发现场凶器上的指纹完美吻合。但小白在医院苏醒后告诉小帅，与此同时，妍希在山里的一座隐蔽小屋找到了被困的嘉恩，却没想到自己也陷入了危机。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少年杀手就在那里，他背后不知不觉出现了一个身影。嘉恩手里拿着铁棍，身体颤抖，双眼充满了愤怒。他突然向前冲，目标是毫无防备的鬼哥妍希。但嘉恩的努力似乎白费，因为他的脚被铁链牢牢锁住。妍希回头一看，吓了一大跳，他躲开了鬼哥的攻击，急忙逃跑，但匆忙中没有选择路线，误闯进了鬼哥的小弟们聚集的房间。鬼哥紧追不舍，忽然一声巨响，
妍希回头一瞧，救兵终于来了。这个镜头得放慢速度，单纯因为想让大家也学这酷炫的动作。学会了的话，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对付这些小鲜肉，对强哥来说轻而易举，和切菜似的，但因为过度装帅，结果却出意外翻车了。鬼哥来了个偷袭，一棍子就把强哥打得跛了腿。李红趁机逃了出去，骑上摩托车飞快地逃离。现在救出嘉恩是最要紧的。原本以为只有嘉恩一个人被困，没想到的是，鬼哥另一个房间里还关着很多未成年女孩。幸好现在他们都获救了。至于鬼团的那些小弟，被强哥带回了警局，全都交给了小帅处理。本以为通过审问和教育，鬼哥就能被成功绳之以法，但出乎小帅的意料，这些鬼团的小弟们早已被鬼哥给洗脑了。他们都说自己干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，没人逼他们，完全是自愿的。至于明秀被害的事，他们异口同声说都是嘉恩干的，因为他们都没成年，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们杀人，最后只能被送去管教所。把所有人的指纹都收集完后，小帅直奔医院去找嘉恩，也采集了他的指纹，想确认到底是谁杀了明秀。但阿南已经对比过指纹，他处处阻碍，直到嘉恩终于开口说出了真相，这才让大家都明白了真正的情况。原来是明秀突然去找嘉恩，告诉他无意中得知多年前失踪的哥哥是被鬼哥害死的，所以明秀想先发制人，找机会为哥哥报仇。但不幸的是，明秀和嘉恩的计划全被鬼哥给知道了。鬼哥就这个机会抓了嘉恩，把他关了起来，还让手下的小弟暴打明秀，之后用匕首在明秀肚子上刺了一刀，再逼嘉恩摸那把凶刀，这样就能嫁祸给嘉恩了。虽然现在知道了真相，但没人敢站出来指证鬼哥，法律也束手无策。但小帅很清楚，跑掉的鬼哥肯定还会再犯案，于是他找到了血液鉴定专家阿正求助。阿正对鬼哥过去的作案方式和他的行踪区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，很快就锁定了目标。很可能鬼哥就藏在那帮离家出走的孩子活动的地方，去找那些心里有叛逆的离家少年，想要重组团伙继续干坏事。可要搜的地方太广了，这时候得靠强哥出面帮忙。强哥召集了周边商圈的那些消息最通的人，把鬼哥的照片四处转，没过多久就发现了鬼哥的行踪，像逼野兔一样把鬼哥围进了一个死角的小巷里。小帅这么干有他的理由，就是要先教训这个败类，然后再拖回局里审问。小白又一次来到医院找阿明，这次他不说废话，直接给阿明戴上手铐，还觉得他指甲太长，帮他剪短了指甲。鬼哥和阿明一起被带回了警局，小帅拿出了受害者身上的 DNA 证据，把鬼哥 DNA 完全吻合的结果扔到了他面前。但阿明那边还没等小白说话，就自己跳出来了，说受害者的 DNA 和他不一样。他看起来信心满满，小白直接泼了他一身冷水。阿明看了那结果不敢相信，原来阿明那么有把握，是因为他得了急性白血病，做过骨髓移植。做了骨髓移植之后， DNA 就变成了捐献者的了，所以以前验血里的 DNA 不对上，但指甲和头发还保留着原来的 DNA。 这就是为什么小白非得剪他指甲的真正原因。即便如此，法律对阿明和鬼哥束手无策。两人作案时，杀害明秀哥哥那刻都还没到14岁。韩国的未成年犯规定，10岁到14岁之间的孩子不受刑事惩罚，除非他们14岁后又有再犯的证据。10年前的阿明和鬼哥一起杀了明秀哥哥，此后就没再犯事，他们就这样落网了，在警察面前大摇大摆离开了。自信满满的鬼哥却被自己的小弟出卖了，得在监狱里过完自己的80大寿。这起未成年人的杀人案总算是告破了，小白也终于得偿所愿。在大家的协助下，
将杀害自己同学郑秀的凶手绳之以法。破案的5人小组为明秀兄弟办了葬礼。正当我以为阿明这个凶手能够逃脱法律的惩罚时，故事又出现了大反转。阿明的女友晚上发现阿明在家里被神秘杀害了。第二天，搜查科的人来勘察现场，诡异的是，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，男人死亡的地方连一滴血都没有。小帅细看男人的伤口，惊恐的喃喃自语，回想起10年前刚成为警察时那起严重的连环杀人案。小帅第一次目睹凶案现场，直接吐了出来。遇害者被丢在垃圾堆一样的地方，身上伤口处衣物被切得整整齐齐。这案子震动了全国，就是那起美工刀连环案。从2000年一直到2010年，凶手总共害了22个人的命。跟别的凶手杀人的理由不同，这个用美工刀的凶手纯粹就是为了杀戮。他作案的频率也特别低，他用美工刀在受害者身上划来划去，最后扼杀他们的生命。之后不忘用漂白水清洗尸体，然后再给受害者穿回衣服，最后扔掉尸体。就在警方勘察现场的时候，旁边的堆杂物里突然有动静，一位幸存者冒出头来，把大家都吓了一大跳。这是自美工刀案以来第一次有人活下来。经过深入调查，发现遇害者和幸存者孙志英是同班同学，他们3天前一起失踪的。但这么狠心肠的凶手怎么会放过孙志英呢？为了弄清楚这个谜，小帅和队长赶到医院去见那个惊魂甫定的孙志英。但孙志英受的惊吓太重，对凶手的长相或是案发现场连声音都记不得了。通过调查走访，小帅发现案发前1周，孙志英报过警，他说有人跟踪他。接警的工作人员却认为，说那个男人德秀是个众所周知的弱智，大部分时间都没在真跟踪，老是被人误解。按照地址找过去，小帅找到了那位老鞋匠的家，恰好遇见刚送完快递回来的德秀。小帅还有队长给德秀看了受害者孙志英的照片，德秀一头雾水说不认识，被吓得跑进了洗手间。提到不久前发生在附近的凶案，老鞋匠也装作一无所知，还说周围的小姑娘他几乎都认识，可对这2个女性就没印象。小帅回到办公室后，仔细查看了所有案发现场的照片，竟发现了个惊人的事实，那老鞋匠在每个案发现场都出现过。这让小帅更加怀疑老头有问题。小帅立刻把发现报告给了队长，可队长觉得这可能只是巧合而已。小帅却不肯放弃。记得昨天去老头家时，老头明明说自己根本不知道附近发生的命案，但所有的案发现场照片里，老头的身影都有。于是队长批准了家庭搜查令。果不其然，在老头家卫生间的墙上发现了许多处理过的血迹，现场的人都被吓傻了。但对小帅来说，这似乎在意料之中。老头最终被带回了警局，愚蠢的德秀和奶奶只能着急地看着。面对审讯，老头依旧泰然自若。队长把现场拍到的老头照片拿出来，老头解释说可能是无意中被拍到的。这时队长拿出了所有案发现场的照片，例外一个都没有。那老头子每次都出现在案发现场。小帅直接追问他，那浴室里的血迹是怎么一回事？老头子支支吾吾的时候，组长接到了一份报告，是老头子浴室墙上的血迹 DNA 分析。警长看完报告，拿着这化验单，一脸抱歉地走进审讯室，对老头子开始道歉。小帅一头雾水，满腹狐疑的他拿起化验报告，反反复复确认，结果就摆在那里。几张照片怎么能就这么给老头子定罪呢？小帅也只好把老头子送回家去。路上老头子却说有急事，非要中途下车。接着老头子下车后突然敲了下车窗，跟小帅说了一通颇有深意的话。那一刻只觉得老头子的眼神让人心里发寒。说完话，老头子脸上又露出那副古怪的笑容，然后就慢悠悠地走了。
小帅望着老头子的背影，觉得越想越不对劲。回忆老头子的那番话，分明就是在暗指那个幸存的孙志英。小帅意识到可能有大麻烦，立刻踩油门往医院狂奔。偏偏这时候碰上了个绿灯路口，车水马龙，堵得水泄不通。等小帅急匆匆地冲到医院，发现孙志英的病床空了。一打听，原来人家刚刚办完出院手续。就在这时，小帅眼角瞄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就是那位老先生。小帅立刻冲向刚要进电梯的老先生，拦住他。老先生却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奶奶需要药，他来这儿仅仅是为了取药。”小帅马不停蹄地赶去，直奔孙志英的租房，却得知人家已经急匆匆搬走。小帅的脑海里全是老先生那句话里的深意。他直奔老先生所在的大楼，找到了保安，身份一亮，我是警察，获取了附近所有监控视频，没日没夜地开始看。第二天终于在一个监控里面发现了关键线索。令他意外的是，监控显示被害人在临死前竟然去见了老先生。小帅忍不住了，他带着那张照片找到老先生，追问：“你不是说没见过被害人吗？那这张照片怎么解释？”老先生看了照片，慢条斯理拿出一双鞋。老头平静地解释，被害人只不过是来修鞋的。但小帅已经不信这位老先生了，案件里这么多巧合，简直不可能，这种几率几乎为零。他一把拉着老先生往外走，这回他要让老先生说实话。小帅怒气冲冲地把这位60多岁的老人带到了大街上，老人一边喊冤一边挣扎，两人对峙下，老人摔倒了。围观的人不知真相，开始拍照，还阻止小帅带走老人。这件事很快就被媒体报道了，真相被扭曲成警察打老人的故事。小帅被停职半年，他真是气坏了。不过不是停职的事，而是因为那个美工刀凶手还在逍遥法外。转眼间10年过去了，在这10年时间里，小帅始终密切关注那个老头的每一个动作，因为他深信不疑，那老头肯定就是那个凶手。只要他稍有疏忽，小帅就会立刻将他绳之以法。与此同时，追击真相的节目组导演闫熙也着手开始了。他在调查一个未成年人阿明遇害的案子。他开始搜集证据，从公寓保安队长那里得知，公寓四周都装有监控，毫无盲点。阿明遇害前连只蚂蚁都未曾闯入。警方也证实，案发前并无陌生人进入过公寓。不过闫熙还是有所发现，一位送牛奶的阿姨跟他说，她去阿明家推销牛奶时，总感觉屋里有人，但是按门铃却没人来开门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通过门与屋里的人交谈过。屋内的声音听起来挺古怪，肯定不是房主。根据那声音分析，说话的应该是个年纪大的人。闫熙晚上准备开车回家，就在他刚坐进车里，突然间他发现车里多了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盒子，盒子里还有手机震动的声音。闫熙打开盒子，取出了手机。电话那头一个低沉的男生告诉他，他知道是谁杀的阿明，甚至还发给他一段视频。这时小帅又一次来到了阿明的家里搜查，意外地发现了个柜子，柜子上还有张指示火灾逃生路线的标志。他轻敲了一下墙壁，没想到墙是空心的，急忙打开柜门，把柜子里的东西全搬了出来。背后居然隐藏着一个秘密通道，这种设计是为了火灾时能快速逃生。通常阳台会装个假墙，凶手正是从隔壁房间通过这个通道潜入阿明家作案的。小帅马上返回去查，案发前谁曾进出阿明隔壁的房间。终于在监控里看到了一个拿箱子的可疑人物。小帅意识到，只要找到那个箱子，凶手应该就能水落石出了。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测，他叫上小白帮忙，悄悄地申请了搜查令，径直前往智力有限的德秀家。刚好撞见刚回家的德秀，原本想和德秀好好交谈，谁知德秀突然大吵让他们滚出去。小帅只能硬着头皮制服了德秀。就在这时候，
小白在德秀家找到了一个和监控里一样的箱子。小白本能的想立即把德秀带回去审问，但小帅不想重蹈覆辙，决定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轻举妄动，所以让小白先把箱子拿回去验一验。两人正要离开，一直被当成笨蛋的德秀突然露出了凶狠的面孔。小帅更加确信德秀不是这起美工刀杀人案的幕后黑手。他拎着一双皮鞋去了老头那儿，显然他们是打算拿下老头，想让他领导义军。德秀的把柄已经被握在手里，劝他还是老老实实把事情交代清楚。他来取皮鞋的那一刻，就是他被带走的时刻，但老头还是一脸震惊。皮箱的检验结果很快就有了，如果箱子里曾经装过凶器，那肯定能找到阿明的 DNA， 但检出来的结果却只显示老头和他老伴的日常指纹和毛发，依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老头和德秀就是那起美工刀命案的凶手。案子好像又回到了起点，现在唯一能突破的就是找到当年那起美工刀案的唯一幸存者孙志英。经过一番周折，小帅在一个偏僻的小房子里找到了孙志英的藏身之处。原本希望孙志英能提供一些线索，但孙志英一直没从那次事件的阴影中恢复过来。一看到小帅拿出老头的照片，脸上满是恐慌，情绪突然失控，开始变得极为焦躁。看孙志英现在的状态，根本问不出任何对案子有用的信息，小帅也只好放弃。但他并不知道，他这趟访问又给孙志英带去了不幸。小帅回到局里，把那起美工刀命案的所有档案全都拿了出来，仔细再查了一遍之后，终于找到了一条线索，抓拍到凶手丢失的一刻，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。可惜10年前的画质真心糟糕，依然抱着丝丝希望去修复画面。修复好的视频一出，案件马上迎来转机。视频里清清楚楚地录到了丢失的人，连同那辆车的车牌都看得见，竟然就是德秀干的好事。这时候小帅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小帅瞬间愣住了。多年前美工刀案唯一的幸存者孙志英也遇害了。小帅心里明白，这是那个连环杀手在挑衅他。悲痛之下的小帅回头，那张熟悉的脸再次出现。小帅冲出去追，那老头子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时候监控显示，德秀当年用的那辆车出现在附近。小帅赶紧开车，按照定位去追那辆车。最后在郊外发现了正想毁灭证据的德秀，他正打算最后挣扎一下时，小白突然飞扑过去，一脚把他摁倒在地。小帅从一堆废铁桶里拽出了一片血迹斑斑的塑料薄膜，经过实验室检测，薄膜上有2个人的 DNA， 一个是10年后再次遇害的孙志英，另一个是最近在家中被杀的阿明。德秀的连环杀手罪名终于坐实了。这时一辆黑轿车突然在警局前停了下来，扔下了一个装着活人的麻袋，信封上写的是：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密室凶手。那天妍希回到了他的车里，接了一个神秘的电话，神秘人发来的视频引导他找到了测血大师阿正。阿正一看视频惊觉，视频中的受害者竟然是他多年前处理过的密室杀案的那个人。妍希请阿南出手相助，用神秘人留在车里的手机查出了细微的证据，还发现了密室杀人案的作案手法，迅速解开了多年前的一系列密室连环杀案，终于抓到了那个凶手。那家伙还大言不惭地告诉他们，美工刀案的凶手不止一个，但就是不肯吐露具体是谁。因为妍希和阿正他们不是警察，擅自调查和拘禁也是违法的，于是决定把人和证据统统扔在警局门前。警方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捷报，宣布多年的密室杀人案和美工刀案凶手已被一网打尽。但小帅觉得那个叫德秀的，在审讯德秀时，他对于潜入室内杀掉阿明和孙志英一事供认不讳，这案子解得也未免太轻松了。
他拿出老头的照片，试探性地问德秀是否受人指使。德秀突然慌乱起来，在审讯室紧张地站了起来，居然在角落小便起来。这时急于立功的警长闯了进来，担心小帅继续挖掘会出乱子，下令小帅立刻结案。但小帅心里明白，案子还远远没完。德秀有智力障碍等级3级，他不可能独自策划的那么周密，更别说杀了22个人，连个痕迹都不留，上头的压力大得很。小帅一门心思要揭开真相，最后却被警长压制住了。这时候妍希的直播节目正在进行中，节目里突然爆出重磅消息，直播放出了那连环杀人案凶手的自白。他说美工刀案子里其实有2个凶手，可警方只逮到了1个。警方还没回过神来，妍希节目组就接到了个神秘电话。电话里那人问，负责直播的是不是妍希？来电的正是那修鞋的老头。他正盯着电脑屏幕上是妍希，手里还拿着那把带着许多人命的美工刀。小帅展示了一张60岁老人的照片，告诉众人这才是真凶。大家都不敢相信，妍希更是说自己下午才采访过那2老头，他们看起来可本分了，仿佛没有警察他们也能好好活。但小帅说正是这种伪装让他们能多年作案，至今仍逍遥法外。真正证实小帅猜想的是后来见到了密室杀人案的凶手陈基。陈基回忆起10年前刚作案完，他忽然在空气中闻到一股浓重的血腥味，他顺着味道来到了废弃厂房外头。窗外的场景让人心惊肉跳，目睹了2个男人迫使2个女性互相厮杀，幸存下来的女人正是那起连环美工刀案件中唯一逃生的孙志英。小帅追问那2个男人的身份，陈基却紧闭嘴唇，只透露了案发地点是个半掩埋在地底的仓库，四周回荡着机器的轰鸣，迫在眉睫。小帅立刻集合众人，着手搜寻犯罪现场，因为他明白多次作案未被揭露的场所，凶手通常不会轻易更换。夜幕降临，他终于找到了那座废弃仓库，毫不迟疑地撬开门进入。刚走几步，一个身影突然出现，措手不及的小帅被击昏。等他苏醒过来，一位老者正持美工刀对着他挥舞，而一直坐轮椅的老妇人竟然站了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妍希在审阅所有案件资料，翻看照片时有了惊人发现。他忽然回想起白天访问那对老夫妇时，老妇人膝盖上的毯子竟是用受害者衣物拼接而成，一切都明了了。妍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真正的美工刀凶手是那对老夫妇。就在老头准备下手的瞬间，警车的警笛声突然大作，老头急忙撒腿就跑。小帅早就觉得事情不简单，所以提前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察们赶到仓库里搜查取证，结果却是现场连个指纹都没找到。警长怒不可遏，直接当众解除了小帅的职务。小帅不服气，拉了个5人超强小队。他们揭露出老头只能看见红色，患有色盲，是老奶奶引发了老头的杀意，只要一看到血，老头就异常兴奋，难以自制，就这样成了老奶奶手下的杀人工具。案情一点点清晰的同时，小帅的手机收到了老头发来的视频，要小帅2小时内必须到达指定地点，迟到1小时就会有人命丧黄泉，却故意没告诉小帅确切位置。法医阿南通过视频里的一些独有字眼，缩小了搜索范围。他们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福利院，分散开来搜索。就在老头准备动手杀害第1个人的前一刻，小帅破门闯入，但很快小帅就被反绑了。接着妍希和阿正也被捆绑带了进去。这时候小帅只能想办法拖时间，等着强哥和支援部队的到来。但老头等不及了，直接向阿正动手，一刀刺下。阿正的胸口顿时血花四溅。紧接着老奶奶又朝妍希出手了，她死死地掐住妍希的脖子，
笑容阴森到让人起鸡皮疙瘩。就在那一刻，小帅终于挣开了束缚，可他一个人实在无法抵抗这帮人的围攻。就在这时，总是准时现身的大强哥出现了，但那对老夫妻却趁机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。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末日将至，老奶奶感觉该是画上句点的时候了。她决定不再逃跑，命令老头用美工刀来了结自己。但老头举棋不定，手就是砍不下去。老奶奶一看情况，直接夺过刀子朝老头的脖子挥去，然后准备对自己下手。但小帅绝不允许在他们的罪行未受审判前就这么死去。关键时刻，妍希也来了个神来之笔。那些始终不放手案件的重案组刑警充满激情，尽管遭遇收视率低迷的调查报道团队、评价出色的法医侦探，以及那些隐藏着过去在酒吧背后经营着的传奇新闻社长，还有那些精英级别的法医检察官，5个人齐心协力揭开案件的真相。故事就此画上圆满的句点。